对于中国防长在相会大会上的演讲，您有哪些观察呢？那么听完以后，总的感觉啊，就是三个大：第一个是大格局，第二个是大思路，第三个是大手笔。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就是展现了一个大的格局。演讲呢，它从历史到现实，从亚洲到全球，它展现了中国始终如一，坚持同世界各国一道来追求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展现了一个大的思路。演讲提到了70年前达成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以及近年来中方大力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这就体现了中方来处理国际关系和国与国之间关系，以及我们对待和应对一些国际的分歧争端的一个总的思路和态度。第三个大就是我们说的大手笔。那么演讲就提到了中国会进一步的向全球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包括近年来啊，我们推动沙特和伊朗的和解，我们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包括我们在努力的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推动巴以冲突的解决。所以这一系列动向就表明，中国在用一个大手笔来追求和平的手段，来处理一些危机和纷争。那么同时呢，也宣示了中国啊会同地区国家一道努力来构建一个亚太命运共同体。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也会进一步的向国际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展现我们维护国际和平与发展的这么一种大国责任。中美两个大国防长先后演讲，反映出主办方怎样的考量？双方的演讲内容对外呈现怎样不同的形象呢？张先生，美方和中方的2次演讲，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可以看到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在格局上的区别。那么美方的演讲，它重点聚焦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搭建的所谓的盟友伙伴的一个体系，说白了，它就是美国自己的一个小圈子。美国主要关注的是它这个小圈子的所谓的安全关切和一些重大的利益，而对于其他一些国家，他们合理正当的安全关切却视而不见。同时呢，美方过于关注它所谓的具有相同价值观的这些盟友伙伴的一些动向和利益，它对于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东盟的团结，它似乎是有意无意地进行了一些弱化和忽视。那么此外呢，美方还过于的关注他们自己这个小圈子，今后呢会进一步的给地区国家提供所谓的一些繁荣稳定上的支持，而对于近一段时间，尤其是近年来，它这个小圈子啊，针对第三方，挑动地区对立，扩大了国家之间的分歧，对地区和平稳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只字不提。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周日正式落下帷幕。那去年您也曾前往新加坡现场报道相会，在您看来，今年的相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总体上看，您作何观察呢？是的，程倩，1年1届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是一个宝贵的国际军事外交舞台。如果说慕安会是聚焦的欧洲方向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议题，那么相会啊，无疑聚焦的就是亚太局势了。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慕安会还是相会，它都是美西方的主场。主办方一个德国智库，一个英国智库，归根结底啊，都是西方视角和话语体系。所以历届相会多少都会有些陷阱与埋伏。中国军方的代表团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是面临他人的无端指责与歪曲抹黑，我们就越有必要激浊扬清，发出我们的中道之声。中国明明是占理的一方，不辩不争，不可以。去年的同一时刻，我曾在新加坡现场报道相会，通过前方记者传来的镜头啊，我看到了熟悉的酒店长廊，南洋和煦的午后阳光，也看到了美西方那套换汤不换药的娱宣战套路。我稍作回顾，
去年相会召开前夕，美军主动邀请 CNN 记者登上反潜巡逻机，用镜头记录了任务机组对中国实施抵近侦察的全过程。呈现给世界观众的是双方颇具火药味的甚高频通话记录，当然也少不了解放军飞行员专业的跟踪监视与泼辣的伴飞动作。待到相会召开，这一幕果然就成了个别国家用以针对中国的话茬。你瞧。这就是他们最擅长的无中生有、无风起浪组合拳。如果没有矛盾，那就制造矛盾；如果吵不起来，那就找个理由吵起来。今年的相会还是这个套路，只是相关矛盾冲突更加具象化了。美国与菲律宾打了一套组合拳，将具体矛头指向了南海方向上的相关主权声索争议与海上维权对峙。邀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作为欢迎晚宴的主讲嘉宾，这点小九九都写在脸上了。马克思借助相会的舞台，试图设置一个议程，也就是东盟的团结与核心地位遭受了挑战，在多边问题的应对上需要一个搭桥人的角色。言下之意，其实他是希望给美国介入东盟域内事务开一扇门。这与东盟这几年奉行的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的策略是背道而驰的。马克思选边站对了。从这意义上看，东盟国家们或许不该提防中国，更应该首先提防马克思领导下的菲律宾。另一方面，本届相会期间，国防部长董军先后进行了11场双边会谈，其中就包含了美国、加拿大、泰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柬埔寨、新西兰等国家的防务部门领导。那么，想请教一下吴先生，您怎么看董军部长此次新加坡之行的双边互动，尤其是与美国方面的互动呢？见谁与不见谁，这本身就是一种议程设置。细心的朋友一定已经发现了。董军部长此去相会，没有与菲律宾方面进行双边会谈，这充分传递了来自北京的某种态度。最引人关注的，当然就是中美防长的面对面会谈。国际舆论是挑剔的，在中美战略对峙进入白热化的新常态阶段，如果中美两国防长仅仅在相会的欢迎晚宴上隔着桌子握一下手，互道一声很高兴见到你，显然是无法给国际舆论吃下一颗定心丸的。既然双方都给外界释放出了将要会见的积极信号，那什么时候见谈多长时间就成了下一个悬念。毫无疑问，在相会尚未进入主议题的开幕阶段，中美防长就早早地实现了会晤这应该是双方不约而同的最佳选择。我甚至认为这场一上来就见面了的会晤，让这场相会的火药味淡了许多。美国防长奥斯汀的表达显然经过了精心打磨。他那句"我告诉董部长，如果他有急事打给我，我会接电话。我当然也希望他能这样做。这就是沟通，在西方媒体是流传甚广。但我必须向美国方面指出一点：北京此前不接电话，事出有因。佩洛西窜台，国会议员们频频炮制的这个涉台法案，总统先生签发的对台军售，他哪一个拎出来都是触动中国人敏感神经的。中国从来不拒绝沟通，但我们越来越讲究沟通的有效性。如果美方无论是政界还是军界继续搞说一套做一套的把戏，那么我们非常有理由怀疑你们在搞战略欺骗。那么在军事上，我们一定会做出相应的针对性的部署。好的，谢谢吴伟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相会最后一天，现场还有哪些新的细节和看点？我们来看特派记者于哲民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观察。6月2号是本届相会的最后一天，今天重磅的日程安排，无疑是中国防长董军在全体会议上的演讲，主题是中国的全球安全观。这场会议被安排在香格里拉酒店最大的大厅，足足有1300平方米，差不多是3个标准篮球场的大小。现场座无虚席，在董军部长约半小时的发言中，不少人做笔记记要点，还拿出手机拍摄。演讲结束后，董军部长还接受了外方提问，在回答有关台湾问题的提问时，一度被外方打断。董军部长表示，台湾问题是我们核心利益的核心问题，必须要先讲完。他向国际社会指出，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正遭到破坏。
演讲结束后，中方代表团按照惯例举行记者会。由于是最后一天，气氛相对轻松。吴倩大校介绍了这次与会的8位专家，让现场自由选择专家提问。那么立刻现场就切换成了小组讨论模式，30多名外国记者呢向8位专家开始提问。实际上也不仅是记者提问专家，还有专家提问记者。一名专家就问外媒记者对美方的涉台言论有何看法。一名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的记者告诉我，作为本地媒体，他们对相会的热点都进行了报道，而且保持了中立态度。他认为新加坡能立足国际社会并发挥重要作用，就是因为坚持不选边站队的外交政策。我还聆听了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社和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外媒的提问，发现他们最感兴趣的3方面问题分别是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记者会持续了大约45分钟，大家都意犹未尽，还有记者追到了电梯口。这趟来新加坡的报道已经接近尾声。这几天中，会场内各国防务高官慷慨陈词，辩论场上火花四射。会场外各种场边外交轮番进行。我也注意到不同的嘉宾、不同的记者对相会的感受也不一样。有人认为今年整体气氛平和，多了观点的交流和交锋，比起往年少了激烈的对抗。相会期间，地区局势也保持基本安宁。中方代表团强调，我们来相会不是来吵架的。我想大多数国家也同样如此。但也有人认为，今年的相会气氛紧张，因为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各方都当仁不让。我想这就是相会的目的，每个人参会呢都有不同的体验，自然也有不同的感受。作为我个人来说，是第一次报道相会，站在国际舆论斗争的最前沿，不为每一次抢新闻而紧张激动，生怕错过任何细节，深深感受到比例、脑力和体力的重要。最后，相约北京见是董军部长在今天会场上向各国嘉宾记者发出的邀请。新加坡相会和北京香山论坛遥相呼应，上半年客场，下半年主场。我也和我此行结识的国际记者同行们相约，北京再见。